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莉莉。霜降节气要这样吃鸡蛋，出锅比吃补药还补。我80岁的奶奶天天这样吃，脸色红润，气色好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4个鸡蛋，鸡蛋的量呢，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。我家2口人就准备了4个。把鸡蛋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再加1勺食用小苏打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再来清洗鸡蛋，准备一块干净的纸巾，沾上清水，把鸡蛋壳清洗干净。因为鸡蛋壳表面呢有些鸡粪和杂质，所以在烹饪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准备一个小碗，把鸡蛋打入小碗里，先打1个就可以。起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至微开，烧至底部微微冒泡，像这样的时候再把鸡蛋放入锅中，像我这样轻轻的放进来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，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转最小火，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，把鸡蛋焖熟。这一步呢，一定要小火慢慢的煮，千万不要开大火。开大火的话，很容易把蛋黄煮散。1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现在的鸡蛋已经熟了，各个圆润饱满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块南瓜。用刀把南瓜皮去掉，因为这个南瓜皮很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给它1分为4。再取一小块南瓜，用小刀把里面的瓤和籽去掉。去籽去瓤后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，放入盘中。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小把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表面有些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块生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南瓜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戳一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2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取出压泥器，给它压成南瓜泥，尽量多压一会，压得越细腻越好。最后压成这样细腻的南瓜泥就可以。趁热再加入200克糯米粉。糯米粉呢，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这样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用筷子搅拌均匀。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糯米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觉得太干可以加一点热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，就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糯米面团就可以。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揪一小把糯米面团，大约有25克左右一个。用手捏一捏，给它捏得紧实一些，再放到手心搓圆，
搓成和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小圆球，像这样就可以先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糯米面团，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搓成这样大小的小圆球，依次放入盘中。全部做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南瓜糯米丸子放入锅中，给它煮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程开大火煮，大概需要煮2-3分钟左右。煮着南瓜丸子全部漂浮起来，再往里边倒小半碗冷水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再次烧开。烧开后，南瓜丸子微微变色，并且全部漂浮着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，这样南瓜丸子的口感会更加的劲道。放凉后将料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红枣、生姜放入锅中，再加入30克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约有1000毫升左右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，搅拌至红糖融化，搅匀后盖上盖子，转中小火焖5分钟。把红枣煮至入味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的红枣已煮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候呢，再加入2块这样的玫瑰方糖，这样吃着会有玫瑰的清香，会更好吃。再放入2到3勺的甜米酒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甜米酒散开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你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甜米酒搅散后，再放入南瓜糯米丸子，再把鸡蛋也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盖上盖子焖煮5分钟，把南瓜糯米丸子和鸡蛋焖至入味。5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米酒香味扑鼻而来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看一下现在的南瓜糯米丸子和鸡蛋已经完全上色了，像这样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大碗中，把汤汁一起倒进来。像这样非常营养又好吃的红糖鸡蛋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我在传统的红糖鸡蛋里加了甜米酒、红枣、生姜、玫瑰方糖，还有超可爱的南瓜做的糯米丸子，味道和口感简直是绝绝子。红糖的甘甜醇厚，为整道美食奠定了温暖的基调。甜米酒的加入带来了独特的发酵香气和微微的酸甜，让口感更加的丰富有层次。红枣散发出浓郁的香甜，生姜则带来了一丝恰到好处的辛辣，不仅增添了风味，还能驱寒暖身。南瓜糯米丸子软糯 Q 弹，咬下去南瓜的香甜瞬间在口中弥漫。鸡蛋煮得恰到好处，蛋白嫩滑，蛋黄绵密，甜米酒让汤汁更加的醇厚顺滑，与红糖的甜味完美融合。在寒冷的日子里，来上一碗热腾腾的红糖鸡蛋，从头暖到脚，全身都暖暖的，很舒服。而且呢，常吃红糖鸡蛋，脸色红润，气色好，越吃越漂亮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